4月28号呢，日本的鹤丸号的渔船再度非法闯入我国的钓鱼岛的领海，中国海警迅速出手管控，并将其驱离。就在前一天的日方高层呢，在首相官邸召开安保3文件修订首次专家会议，公然放话要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而4月21号呢，日本刚通过内阁决议，正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短短1周内呢，解禁武器高调鼓吹备战，派遣渔船闯侵海域。日本接连使出的低烈度的试探加舆论的恫吓的组合手段，背后究竟有什么图谋？大家好，我是谢飞啊，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其实啊，鹤丸号呢绝非普通的作业渔船呀，它的背后呢有日本右翼势力撑腰啊。这艘船呢，早在4月5号到6号呢就曾经闯入了钓鱼岛海域，被海警呢驱离之后呢，时隔不到1个月又卷土重来。那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江略就通报说，4月28号这个鹤丸号非法进入到钓鱼岛的领海之后，我方的海警的这个舰艇依法实施管控，发出警告并果断驱离。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艘渔船每次都挑衅出海都特意选在日本国内政治敏感的节点，恰逢呢166名的日本的国会及地方的议员呢集体参拜靖国神社。那渔船呢提前报备航线，还有呢媒体全程的跟拍，刻意炮制可控的这个外交摩擦，为右翼的舆论炒作输送素材。那说到底，鹤丸号出海呢，不是为了捕鱼，就是一场刻意编排的政治表演。不过呢，日方再怎么刻意的表演，也改变不了这个钓鱼岛海域的这个现实的态势，根本没有任何幻想的空间。那目前呢，中国海警呢已经在这个钓鱼岛海域呢实现了全年常态化的巡航，从舰艇规模火力配置到全域的这种监控，快速的应急响应。那我方呢已经建成一套完整成熟的海域管控体系。那只要日方的渔船呢贸然闯入我方呢，都能在第一时间发现、警示、驱离。规范化的执法呢，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那日方呢，始终不敢出动海保厅、巡逻船或者是自卫队的舰艇正面对峙，深知一旦的硬碰硬，海上的摩擦极易升级为军事对抗，那只能呢依靠民间的渔船去打这个擦边球。那这也恰恰暴露了日本在这个钓鱼岛方向应对手段不足的一个窘迫的现状。4月27号的这个专家会议上呢，日方的高层明确提出要适配新的作战模式，筹备长期的战争，还强调呢要从这个根本上自主强化防卫能力。那这般言论呢，在这个战后日本政坛十分罕见。以往呢，日本的高层谈及到像这个安全议题，那都会刻意的回避战争字眼只用这个事态、有事等等这种模糊的说法来遮盖。那如今呢，公然将这种长期的战争摆上台面，算得上是一次出格的一种政治的试探。那么如今日本的国内深陷这种多重的困境。那么从2023财年开始呢，日本的防卫开支一路疯狂飙升，接连呢冲破了6万亿、7万亿、8万亿，直至9万亿日元的大关。那么这个军费开支的这种持续的暴涨，直接就挤占了本该用于这种比如说民生保障的这个财政资金。那普通民众的这种生活的福利不断的被压缩。就在4月21号呢，日本正式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的同一天，东京街头就爆发了这种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大批的市民呢走上街头，高举着不要战争、守护这个和平宪法等等标语，坚决反对当局的这种激进军事化的举措。那么在对内的治理层面呢，日本的修宪推进工作呢是屡屡的遇阻，根本无法顺利落地日元的汇率持续的走低，市值疲软不振。那国内物价飙升生活成本的这种攀升，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负担也是越来越重社会民生的矛盾那就持续的激化。在这样的这个窘迫的局面之下，日本当局呢频频炒作所谓的长期战争的论调对外呢刻意去营造这种强硬的姿态，本质上根本不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是妄图靠渲染外部的安全威胁，转嫁国内积攒的各类的社会民生矛盾，那拉拢
凝聚右翼势力选票，稳固自身的这种执政的地位。那么和日本呢只会口头造势这个炒作对抗话题的这种虚张声势不同我国呢始终用这种实打实的军事行动稳妥应对周边安全局势，守住自身战略底线。近期按照年度常态化的实战化训练的规划，那我国的05型的万吨大驱拉萨舰编队呢，正常的穿越对马海峡，驶入了日本海，开展这种远海的实战的演练。那这支5舰编队配置强悍总计是搭载了240个垂直发射单元，火力覆盖这个防空作战包括反舰突击对陆精准的打击等等全方位作战能力。那战略位置上呢，直接就扼守住了日本赖以生存的能源海上运输的生命线。那面对呢中方的这种舰艇编队正常的演训日本紧急出动 P1反潜巡逻机一路的跟踪监视，但实际这个侦察效果极差多轮的这种轮番的侦测下来，那始终呢没办法持续的锁定我方舰艇编队这种航行轨迹和机动动向。那与此同时呢，我国的遵义舰的编队长期部署在吕宋岛以东西太平洋关键的海域，那精准的卡死了美日兵力远程投送日本的离岛物资的补给的这个核心海上的通道。那我方的2支海上编队这个一北一南形成了一个战略的呼应，那同步呢形成常态化的战略的这种施压的态势，让日本呢在这种防务的兵力的调配包括像防御资源的划分上左右为难，顾此失彼，根本无力兼顾两头。那么当前这个周边的局势已然是十分明朗，日本呢一边在钓鱼岛的海域唆使渔船刻意制造这个摩擦事端，那一边呢在政治外交层面呢靠这种激进的这种言论来炒作议题博取这个舆论的关注，但是不管去耍何种的小动作，玩何种的噱头，那都根本改变不了中日双方既定的海上力量的对比格局。那目前的钓鱼岛及周边的海域的这种实际的管控权，那牢牢的掌控在谁手里掌控在我们的手里。我方常态化的远海的兵力部署，也对日本呢形成了一种持续的这种精准的且实打实的战略震慑。那么可以明确的是呢，日本的每一次的刻意的这种政治的挑衅和军事折腾，换来的只会是中方更加密集的海上常态化的巡航，更远距离的兵力的前置部署。倘若日本执意一条道走到黑，是吧？持续在周边挑事生乱，那自身面临的安全风险和发展隐患只会越来越大，最终也只会是自食恶果呀。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谢飞观察，希望各位呢点关注，同时把这期视频转发分享到这个日本的社交平台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